小明，你说我是不是没救了？每次下决心要学中文，一开始还挺有干劲，结果书摊开在桌上不到10分钟，我就忍不住摸手机，一刷就是1小时，最后只能安慰自己，算了，明天再补吧。这种情况太常见了，你这是典型的拖延型学习。不过，懒也不一定是坏事啊，只要方法用得巧，懒人反而能找到更省力的学习路子。我身边也有不少人和我一样，买了一大堆教材和笔记本，结果第一页都没翻过，就被丢在角落里落灰。对啊，我还认识一个朋友，雄心勃勃地下载了10几个学习 App， 结果每天光是点开看看界面，就觉得自己已经努力过了，实际上从来没认真用过。这听起来太像我了，好像你在暗地里观察我一样。别灰心了，其实方法比努力更重要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懒人也能学中文，只要找对方式就能坚持下去，还能学得挺轻松。要我死守书桌真的不可能，我一坐下不到5分钟就心烦。但要是换成综艺节目或者偶像剧，我能看得津津有味，一口气追3、4集都不觉得累。这不正好吗？你完全可以把看剧当成学习的一部分，比如听到一句台词就顺手模仿一遍，哪怕是简简单单的几句话，也能慢慢积累出口语感。可是我每次看剧都顾着笑剧情，完全沉浸在八卦和反转里，根本没空注意他们说的词。其实不用太刻意，你就当作是笑完之后的小动作，比如剧情里有人喊太过分了，你也跟着重复一遍，时间长了，这些短句就会变成你的口头禅。听起来比死记硬背单词表舒服多了。我以前只顾着看帅哥美女，没想过还能顺手学几句。不仅是看剧，听歌也一样有效。你要是喜欢某个中国歌手，就挑一首歌，把副歌部分学会，每天走路或洗澡时哼一哼，不知不觉歌词就记住了。这样的话，娱乐就和学习不冲突了，反而能互相加成。可是我每天被工作追着跑，哪有大块时间坐下来学中文呢？谁说学习一定要很多时间？其实5分钟、10分钟都能用起来啊。比如在公交车上刷手机的时候，不如顺便听一段中文播客。听播客好像有点道理，不过我经常一到家就饿得不行，只想赶紧煮碗泡面，哪还记得学习？那不正好吗？煮面要等水开，正好3、5分钟，你可以戴上耳机听个短节目，时间一点都没浪费。可是我总是忘带书，本来想在公司中午休息时看几页，结果书永远落在家里。书可以忘，可手机你绝不会落下吧？现在各种学习 App 一大堆，单词、对话、小游戏全都有，随时打开，随时能学。听你这么说，好像随时随地都有机会偷学一点点，不用特意找大块空闲。没错，零碎却频繁的学习，比偶尔一次性学几个小时更有效。就像健身一样，每天坚持动一动，胜过偶尔爆发。其实，学习不光是时间长短的问题，目标定得太高也一样，很容易半途而废。这我深有体会。我之前给自己定过目标，说是一天背50个单词，结果坚持不到3天就崩溃了，书还没看完，我人已经先放弃了。这就是典型的好高骛远。其实，懒人要成功，就得把门槛降到最低，比如一天只学一个词、一个句子。一天一个词？那也太慢了吧！我怕学到退休都还说不好中文呢。别小看这个速度，比如你今天学谢谢，明天可以加上谢谢你，后天再扩展成非常感谢，再后来就是谢谢大家。一个小词能长出一棵大树。听起来有点像种花，每天浇一点水，时间久了花就开了。对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学习也是复利效应，你每天看似只赚了一点点，但积累久了，会发现成果远超想象。哎呀，听你这么一说，好像轻松多了。原来学习也可以不那么沉重，从一个小词开始就行。低目标等于高坚持率。
只要你能坚持，慢慢就会发现自己走得比那些3分钟热度的人更远。其实，坚持并不一定要坐在书桌前，你完全可以把学习融入到日常生活里。我最怕的就是要特地安排时间学习。每天工作已经很累了，一想到还要再坐下来背单词，就提不起劲儿。那就别把学习当成额外任务啊，把它融进日常生活。比如你做饭的时候，可以数一数手里的蔬菜：1根胡萝卜，2根黄瓜，3颗西红柿。这样做菜的时候，感觉自己像在主持美食节目，用中文解说。对啊，还有洗澡的时候唱几句中文歌，或者遛狗时练数字、练方向，比如往左走，往右走。这些小习惯比你想象的更有效。可是要是被别人听到我自言自语，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？放心，他们只会觉得你很酷。想想看，一个人能随口说几句中文，走在街上都自带气场。听起来好像真的挺自然的，比死记硬背要轻松多了。生活就是最好的课堂啊！只要你愿意开口，每个场景都能变成学习机会。我发现自己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动力。就算制定了计划，也常常坚持不了2天就放弃了。那你需要给自己设个奖励机制，比如连续学习7天就犒劳自己1顿火锅，或者买个小礼物。这样听起来不错。不过我担心自己会天天找借口奖励，结果学得少，吃得多。这就叫贿赂自己。别小看这种方法，它能让大脑觉得学习和快乐是捆绑在一起的，自然就容易坚持。有道理。比如说，我可以规定每学完10个新单词，就追一集喜欢的电视剧。或者每天完成一个小目标，就在朋友圈打卡，让朋友们给你点赞，这也是一种奖励方式。这样一来，不仅能学中文，还能收获满足感和正反馈。小奖励往往能激发大动力，日积月累，你会惊讶自己已经走得很远。好了，我们聊了这么久，来总结一下吧。其实就算是懒人，也能找到学中文的方法，把娱乐变成学习，利用碎片时间，设定小目标，把生活当课堂，再加上奖励机制，5个方法听起来轻松，却都特别实用。是啊，你会发现，勤快人靠自律，懒人靠套路。只要方法找对了，哪怕每天学得很少，也能慢慢进步。真正可怕的不是懒，而是停下来什么都不做。说得好。那我从今天开始不贪多，每天学一个新词，再给自己一个小奖励。比如今晚我就学会坚持，然后奖励自己一杯奶茶。可以啊，不过下次见面的时候，你可别只会点奶茶这一个词，不然我得笑你一整集。放心了，我会慢慢加词汇的。只要学和奖励捆在一起，懒人也能一步一步变高手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希望正在听的你们也能试试这5个方法，从最小的一步开始，坚持下去。好啦，今天的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聊。别忘了，学中文可以偷懒，但不能偷停。下次见面，希望你们学会的不只是点奶茶，还能用中文聊聊天。加油！